这个小伙儿正在河边放鸭子，看着沙地上那一颗颗鸭蛋，小伙儿满心欢喜，可表面上却一脸嫌弃。你们这群臭鸭子，老实了个混蛋，让我收拾！哼！还用2个脚趾夹住鸭蛋，小腿微微一弯，轻松地将鸭蛋带入口袋，一颗一颗的捡不过瘾。他又用脚把所有鸭蛋踢到一堆，斗笠一翻，全部捡起。动作虽然粗暴，但鸭蛋却是一颗没坏。小伙儿名叫李唐，自小和跛脚的叔叔相依为命，家中农活被他一人承担，白天放鸭子，晚上舂米。虽然辛苦，但也练就了一身超乎常人的脚上功夫。李唐所在的小镇名叫赤脚镇，因为信奉赤脚大蝎，每年都会举行一个竞技比赛，以彰显脚法脚力。参赛者需要绑住双手，冲上斜坡，经过独木桥，然后用脚夺取珍珠，获胜者签得到烤乳猪和红包奖励。镇上首富花少爷也来参赛，他为了赢得比赛，授意管家需想想办法。管家走到李唐跟前，悄悄将一把铜钱塞入他手中，想要李唐放水，可李唐秉性正直，直接拒绝，还大骂神经病。管家扫了颜面，当即转身将其他人全部买通。比赛开始，李唐冲向斜坡，却被花少爷同伙故意伸腿绊倒，他起身猛追，再次遭到阻拦，好不容易走上独木桥，又被身后的花少爷猛地一脚，险些出局。李唐再次翻尸上桥，故意晃动木桥，终于摆脱了花少爷。他冲向高台，一连串脚颤动作取得珍珠，赢得台下满堂喝彩。李唐满脸得瑟，谁料一时大意，珍珠竟从腿上落下，直接滚到花少爷手中。李唐情急，一脚踢飞珍珠，少爷奋力一跃，珍珠是接到了，却付出了下半身的代价。花家3代单传，这下可是断子绝孙。李唐闯下大祸，叔叔给了他一个地址，让他赶紧离开。李唐来到香港，在去投奔亲戚的路上，突然一只足球落自他身前，是一个街头足球队在训练，为首的男子让李唐帮忙捡球，怎料李唐脚力惊人，他大脚一踢，直接将男子砸翻在地。男子直呼好大劲，招呼同伴抓住李唐，但对方早已逃之夭夭。李唐一路奔逃，找到亲戚家，认识之后才得知，叔叔让找的人已经离世，眼前的女子是亲戚的女儿雅凤。好巧不巧，先前被李唐砸车的男子竟是雅凤的哥哥小孙。小孙酷爱足球，见李唐腿上功夫了得，想让他来自己的足球队救场子。可上了场，小孙才发现李唐根本不会踢球，空有力气而无技巧，输掉比赛不说，自己还遭到对方暴打。好在李唐义气，关键时刻没有退缩，不打不相识，两人因此成为死党。李唐暂时在小孙家住了下来，接下来是要去谋份工作。雅凤建议两人去报考龙华足球会，李唐本来没什么兴趣，可听小孙说成为球王就可以住洋楼、戴金表，出门还有小汽车，李唐当即答应与他同去。可报考的人数实在太多了，球队位置有限，就连小孙都没有选上。李唐见状有心放弃，突然球队老板裘王金站起身来，竟直接让他免试入选。原来李唐刚到香港那天，在大街上遭遇扒手，他无意间扔出一个西瓜，不想正好砸中了裘王金，还失手将其衣服撕破，让裘王当众出丑。李唐不知道的是，裘王金让他加入球队，正是要借机对他展开报复。训练场上，裘王金就以教学为由对他拳打脚踢。他给李唐的球队定位就是个杂役工，除了捡球，球队的脏活累活全得由他干。裘王金小肚鸡肠，不让李唐有任何踢球的机会，即使捡球也不能用脚。但李唐没有因此而气馁，他会在捡球时偷偷观摩，学习踢球技巧，会在四下无人时进行练习，会在下班后和小曾一起在公园把易拉罐当球踢。一个不起眼的球童，实际上已经成为顶尖高手。龙华队和新生队比赛在即，买球的人都把钱压到了龙华队。幕后老板看到有利可图，高价买通裘王金，要龙华队故意输掉比赛。裘王金满口答应，扬言会做的天衣无缝。于是不会踢球的李唐获得了候补出场的机会。到了这天，比赛没过多久，裘王金便假装受伤离场，换上毫无经验的李唐。李唐一上场就出了丑，竟然撞倒了裁判，更是不知如何配合作战，传球屡屡失误，直接将球送到对手脚下，助攻新生队先下一城。李唐无比懊恼，干脆单打独斗，他左右盘带连过数人，将球从后场带到前场，然后一个倒挂金钩破门，帮助球队扳平比分。比赛结束前再入一球，帮助龙华队赢得比赛。李唐被队友抬到更衣室，原以为是庆祝胜利，不想却被队友狠狠摔倒在地。迎接他的也不是奖励，而是一顿暴打。
李唐这才知道龙华队在作假，他奋起反抗，杀出一条血路，趁机离开了龙华队。新生队霍老板看中了李唐的球技，想把他招入麾下。李唐本来已经心灰意冷，但听到对方说可以捧他做球王，并承诺不会打假球后，李唐当即答应下了，还顺带把小孙也招入球队。在霍老板的栽培下，他们在球队每天接受着专业的训练，球技突飞猛进，而且他和小孙配合默契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帮助新生队捧起了一座座奖杯。李唐从此过上了梦想的生活。可是树大招风，赌球幕后老板找上李唐，出高价想要让他打假球，不想被李唐当场拒绝，对方收买不成，晚上便找人对他们下黑手。好在二人身手敏捷，才逃过一劫。第二天的比赛，李唐开启了个人秀，连进8球，大胜对手。新生队连连告诫，李唐也随之而名声大振，风头之盛直逼球王金。球王金坐不住了，他不相信一个乡巴佬能比得上自己。球王金和李唐在舞厅狭路相逢，双方互相攀比，甚至大打出手。最后小孙提出在球场上一决胜负，并以一条腿作为赌注。球王金大言不惭，两眼打平了也算李唐赢，成功的让了对方半球。第二天双方队员上场，幕后的2位老板也押上了巨资。比赛开始，李唐求胜心切，屡屡错失良机。球王金到底老道，他在底线晃过李唐，一记香蕉球打门，先得1分。李唐没有气馁，很快调整好心态，小孙送上助攻，李唐头球破门，扳平比分。下半场开始，球王金使了个眼色，让龙华队在球场上使阴招，先是派人遮挡裁判视线，再对小孙拳脚并用，球场上一片混乱。球王金趁机进球得分，比赛继续。小孙带伤坚持比赛，不想对方再使黑招，一脚踢向小孙腹部，小孙痛哭倒地，谁料裁判根本无视，比赛还在继续。球王金一路带球杀到球门，在射门之前故意踩停，等李唐赶到，轻轻一拨，皮球进入空门，3比1。这显然是故意羞辱李唐，失去小孙的默契配合，李唐也一时无计可施。时间只剩下最后几分钟，龙华队开始使用拖延战术，眼看李唐就要输掉比赛，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面对滑湿的草坪，两队球员通通滑倒。李唐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乡下赤脚淌水的情景，他干脆脱掉鞋子，赤脚在球场上狂奔。如鱼得水的他带球过掉球王金，再来一记倒挂金钩，皮球入网，追回1球。眼看比分就要追平，球王金勃然大怒，他也学着李唐的样子脱掉鞋子，奈何他的脚皮没有乡下小伙厚，脚底都被磨破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。此时他对李唐也只有望其项背，李唐却是越战越勇，又是一记射门，只可惜被守门员挡住。球王金拿到球想要交回给守门员，不想用力过猛，差点把球打进自家球门。球王金慌了，想要补救，不曾想滑倒在地，一头把球顶入自家球门，3比3完场。就这样，球王金被砍掉了双腿，最后只能乞讨为生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李唐的人物原型大有来头，正是鼎鼎大名的亚洲球王李惠堂。他的球技甚至堪比球王贝利，是当时世界公认的中国足球第1人。